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很开心啊，确实新的一期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去年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前段时间我还去拍电影了。其实就是跟付航一块去拍鹏哥的《长安的荔枝》。当然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一上来就讲这些不太好，对吧？大家毕竟不喜欢看我们这种电影演员录综艺。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当时很受宠若惊了，提前在家准备，练台词、练普通话什么的，说一定要演好。结果告诉我演一个动人。刚刚彭导提到过动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字，我告诉你们是哪个字，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同。所以当我跟付航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们没人认识这个字儿。我还问付航呢，咱们第一次拍电影就演同人？后来知道了，其实就有点像野人了，我还挺不服气的，我说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气质，不说文质彬彬吧，也算是温文尔雅，怎么就干成野人了呢？我去网上搜野人有什么特点，告诉我3个特点：皮肤黝黑，体型巨大，缺乏语言能力。冲我来的，好，我服了。我不仅服，我还其实说实话，演野人什么都无所谓。我在店里面主要是我负责的任务太奇怪了。我在电影里面主要负责吃香蕉。我知道这个段子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我在编段，在 call back。因为太荒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所以我只能请看大屏幕。所有语言在这面前都显得很苍白，你们知道吗？但我更不能接受的是，付航不用吃，凭什么？我记得我去拍电影之前，我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可能需要吃很多苦，但我没想到需要吃那么多的香蕉。我有一天拍摄，我吃了30多根香蕉，6斤多的香蕉，什么概念？没吃饱。啊，当然是开玩笑，当时稍微有点难受。所以那天拍摄结束，彭导也很不好意思，就找到我跟我道歉，跟我说：“阿成，真是辛苦你了。我让你吃香蕉这个事儿啊，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当然说这么多，我不是在质疑大鹏导演，当然不会，我只觉得我们的喜剧理念有点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喜剧啊，应该是那种双线结构。故事像2条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有香蕉。哎呀，真的很痛苦。但其实说这么多，大家感觉我是很生气，其实完全没有。那是我去年很开心的一段经历，因为那段时间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当时我刚比完赛拿了第4名。大家如果有质疑也很正常，我自己也很不安，毕竟人家教主才第5名。我看过很多那种爱豆成团的节目，我知道里面的门道。我这种情况属于占了别人的出道位。所以很长段时间我就很害怕，我总觉得大家会骂我，会网暴我，我就生活在那种痛苦当中。过了一段时间更痛苦了，发现根本没人理我，大家真的很不在乎我。我的那种心态特别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陈桂林，就我都认罪了，还是没人理我。别给我这个第4名逼急了，逼急了我也可以除3害。其实是讲一种心态啊。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受，经常在朋友圈里面 emo。
然后我当然希望大家会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加油啊，会好的。但没有，我忘了我朋友圈里面都是脱口秀演员。凌晨1点半，我发朋友圈说压力太大了，要崩溃了，扛不住了，怎么办？他们回复好看爱看，就是这么残忍。他们很多人很看不惯我，他们喜欢指责我一点，他们觉得我太矫情了，他们觉得没被骂不就行了吗？刘仁成，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我特别讨厌这句话，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只要我遇到一点点好事儿，就有人跟我说不能既要又要，遇到困难从来没有。那小时候老师让我既要学好语文，又要学好数学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个正义的人跑出来说人呢不能既要又要？我说那物理我也不要。从小课文也这么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既要苦其心志，又要劳其筋骨，既要饿其体肤，又要空乏其身，还要行拂乱其所为。我看了就觉得老天你真敢要啊。这个大任我先不要了，谁要谁要，我不要，我是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反正我不要，太多要求太复杂太困难了，怪不得这段话最后一句是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呢。你这么难，他表示不能，他再也不敢要了。只会说哎是谁在唱歌啊？所以真的，所以去年能拍电影我真的很开心，那是我去年最开心的一个事儿。除了拍电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去年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见到了杨幂。说实话，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不要纠结从小。但我真的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但那天我没敢主动跟杨幂说话，因为我那个人有个问题，当在我的工作中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我从来不敢主动说话，我怕这样不职业。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但那天，杨幂主动跟我说话了，因为她认识我，她看过我们节目，她说很喜欢我的表演。你们也太配合了。她甚至一见面跟我主动开了个小玩笑，她跟我说：“哎，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装门窗了？”一个小玩笑，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刘仁成，我能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偶像也喜欢我，并且认识我，并认可我，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那一刻，我觉得我或许配拿那个第4名。感觉怪怪的。但紧接着，我这个人就有点膨胀了，我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加杨幂的微信？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杨幂不能既要我的喜欢，又要我的微信。当然是开玩笑，当然开玩笑的。真实原因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就如果我们加了微信的话，蜜姐可能会看到我的朋友圈，她会发现我很痛苦。她人这么善良，看到我这么痛苦，一定会过来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谢谢大家，我是刘小拜拜。谢谢阿成的演出，谢谢。喜欢刘仁成这段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阿成。咱就得问问大鹏导演了，这个有虚构成分吗？没有，包括我跟他讲，我说别写到段子里，这个也是真的啊。甚至我在跟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会写到段子里了啊。特别感谢就是付航、阿成参与到长安的荔枝的表演，那个动人是一个山加一个桶。最好笑的点，也符合我的人设。我跟大家说，就是在拍的时候，为了能够让他们特别放松、特别的尽兴，我就问我说：“你们有什么特长，都可以在这个电影里展现？”我才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绝技，就是凭空打嗝。你是后排观众，你当然愿意来一个了。你问问人前排观众乐意吗？稍微有点不雅。其实很简单一个猜，很简单一个猜。哦，那天就是那一天，我们在拍摄一个场面，因为杨幂在电影里演我的夫人，然后特别希望她看到我的时候很开心，那么我们就想定格她这个笑容啊，一个很大的特写。我在想，应该怎么能够让她笑得特别的开心？我就邀请了阿成，邀请了付航，还有2位喜人的朋友们，一共4位。我说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让蜜姐开心。她终于笑得很幸福、很灿烂、很美。记录下来的那一刻，我听到是阿成说：“我喜欢你，喜欢你。”救救我！我都忘了。大家都去这个到时候电影院找这个特写，然后记得这个背后的故事，可能就无法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了，是不是？但确实也是谢谢大鹏导演给我们这些朋友能多多参与到影视剧的机会，谢谢。谢谢阿成，谢谢。我不知道您几位，你们有阿成的朋友圈吗？我有，看到过吗？看到过，还看到过他分享了不少那个脱口秀咱们同行们之间的一些个小笑料。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自己内核挺稳定的。对，他不内耗，他所有的东西都发到朋友圈耗别人了。对。然后他发完了，有时候我看有人底下劝他，他说：“嗨，没事，我就这么一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对，我曾经好几次私聊他，问他我说你还好吗？然后他又说他没事了。陆姐她特别贴心，她那段时间她记得我状态不好，她不好意思主动问我，她就问我身边的人我是不是失恋了。她以为我失恋才有那样，其实就是工作的日常。其实就我特别感谢鹏哥，鹏哥真的对我很照顾，因为他有时候他经常评论我朋友圈。昨天凌晨我压力又特别大。所以我就有那 emo， 鹏哥评论一条，现在打车跟我一块走，他让我逃离这个片场。他给你送走，他还回来了。我今天是拍在那个你说大鹏导演不让你说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好，他不让你干你就干。我觉得就是要拿这种气势，你就可以一路走下去。好，那按照你的说法的话，我不应该听你这句话。咱也没有必要这么犟。开玩笑。行，谢谢阿成的表演。刘仁成赢得了气氛组的3票。那根据规则，接下来就要开启挑战环节了。其他组的朋友有哪些演员想要挑战刘仁成的，就请起立，倒计时5秒钟。我想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让大家看到我，证明我是可以的。那我想找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那既然没有挑战上大魔王，那我就挑战刘仁成。我觉得他也是大魔王之一。刘仁成老师也是上一季的第4名嘛。如果赢了呢，是4舍5入，我算是上一季的前3名。我现在选吗？可以。我选辛博。我得告诉大家为什么选他，因为在我心目中原因就很简单，就是他很强。因为辛博士在那头排名中排名12位，前7、前8都是老人吧。我叫王辛博，这个太帅了。辽宁铁岭人，我们是幽默之乡。自我评价啊，在传统档口上还比较有实力的人。他的梗出得很巧，他出梗的方式和他想事情的角度是我以前没怎么见别人这样创作过的。他的段子是那种有琢磨劲儿的，他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文本和节奏在跟你交流。你就
感觉他不像一个只演了2年半的一个演员，他是一个新人呢，有点像讲了10年8年的那种感觉，真的。他段子质量也很高，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黑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讲单口这2年半呢，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拼的人。去年2024年，我说我一定要做出一个质量可以的专场。那这1年时间，我大概就写出了小70分钟的内容，讲了小800场的开放麦加商演。就这2年半，我的演出量可能会是很多演员的3到4年的演出量，是浓缩的2年半。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讲，我在技术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去年第1是付航，第2是小鹿，第3是黑灯吧，第4就是刘仁成，2个当了魔王，1个挑战魔王，那能留给我是谁呢？我先润了，还是有胜算的，有的，毫不担心。对，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们看看后边还有谁吧，让他们放马过来吧。啊，我觉得势均力敌，好吗？也不至于毫不担心。重来，充满悬念，真的替他捏一把汗。打另外一个组长太厉害了，一个新人，打一个上节目的第4名，我的天哪，这样太让人担心了。我们都在那边默默地为他捏一把汗。那既然没有挑战上大魔王，那我就挑战刘仁成，我觉得他也是大魔王之一。第一个是尊重，第2个也是想证明自己，我只能说承让了啊。加油加油，金波！加油加油加油！哎，大家好，我叫辛博，从小就在农村生活，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乡村 coser。班主任老师姓张，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张老师也算不清楚，因为他少根手指，算法上有 bug。9进制。我很笃定，真的，我从小就很笃定，我一定得考上大学，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让家里给我买电脑，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所有的科目里边，数学最差，高考算是超常发挥，考了76分，按照9进制算是84。也没及格，被调剂到了数学系。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我说妈，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没复读啊，没复读，因为第1学年成绩的前5%可以转专业。也就是说，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听得我都茫然了。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入学摸底儿考，我就是倒数第2，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我说不应该。威哥说我不会。选我当班长，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大学也自学，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学费60。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如何盗号。我一点号就被盗了。以为是
教成，结果是教案。这算啥？黑吃黑。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就威哥借了。你说他蠢吧？二话不说他就帮我。你说他不蠢吧？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问过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学数学能干啥？老师说能当老师。我后悔了，我应该问校长。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人。我发现啊，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比亚迪卖车。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我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老弟，全班我都看了，就你能干销售，数你的眼神最空洞，你根本就学不进去。我不想干销售，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学长安慰我说，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3个月包就业，全班都去了，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机构要给我俩退款，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的就业率。我说不行，我只要工作。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教数学。我没留下，在老师的推荐下，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我说领导，我还懂点黑客。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下去一个矿工，我就在 Excel 上+1，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同学们好奇说，你这个样的去矿能干啥？问得多我就很烦，我说算命。有一次下去7个，上来8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挖到墓了，对不上账，是不是我得下去？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整整3个月，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井上一郎。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来自广东珠海，问我先生买房吗？我立马反问他，你们招人吗？我学数学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城濮求是，他说博学笃行。我们学校的校训。时代也在发展，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很多朋友不了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帮用户抓黑客。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在风口上，威哥也飞起来了。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
来杭州开会，我开车接他，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他的能力我最了解，不在我之下。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威哥还安慰我说：“没事儿，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谢谢大家，我叫金博，谢谢。谢谢金博的演出。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爱情。